世界简报根据各大媒体的报道整理出内容精要，让你最快速掌握全球趋势。哪些国家地区仍有 COVID 旅行限制？英国独立报：美国将从2023年5月12日起取消所有 COVID 旅行限制。现行规定意味着，自特朗普总统在2020年大流行开始时禁止英国和欧洲旅行者以来，许多未接种疫苗的国际游客已被禁止进入美国3年多。这种放松可能会导致旅行和价格激增，因为以前被禁止的游客进行家庭、商务和度假旅行。旅游业对放宽限制表示欢迎。维珍航空表示，这将提振跨大西洋客户的需求。联合国警告说，全球每个角落的新闻自由受到攻击。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 RSF 今年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31个国家的新闻自由状况非常严重，55个国家有问题。挪威位居榜首，爱尔兰首次排名第2，其次是丹麦。在倒数第3名中，越南排名第178位，中国排名第179位，朝鲜排名最后，排名第180位。据无国界记者组织称，在接受调查的国家中，2/3的受访者表示，政治人物经常参与虚假宣传活动，这使得区分真假变得更加困难。泰国候选人在分娩后2天恢复竞选活动。英国独立报：泰国总理的领跑者 Paetongtarn Shinawatra 表示，他期待住在生下新男婴2天后恢复竞选活动。在曼谷一家医院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希纳瓦说，他的新儿子不会在2周后的选举前干扰对他的为泰党的支援。为泰党和希纳瓦都一直为居民意调查榜首。然而，即使该党获胜，也不能保证希纳瓦会成为总理，因为最高职位是通过议会2院投票选出的，包括目前由军政府任命的参议院。乌克兰的泽连斯基在芬兰参加北欧领导人峰会。多伦多星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赫尔辛基举行的北欧峰会上会见了芬兰、瑞典、挪威、丹麦和冰岛总理，讨论他们在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入侵后对乌克兰的支援。芬兰总统绍利尼尼斯托 Sauli Niinisto 邀请领导人到他的驻地，峰会导致赫尔辛基市中心的街道关闭。塔利班与中国特使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一带一路”推动会晤。彭博社：阿富汗外交部长阿米尔汗穆塔奇 Amir Khan Muttaqi 正在前往巴基斯坦，与中国外长秦刚就可能参与中国600亿美元的中巴经济走廊进行会谈。资金短缺的阿富汗热衷于获得急需的基础设施，中国企业一直在讨论将经济走廊扩展到阿富汗的可能性。塔利班还表示希望中国投资阿富汗的自然资源，以修复自去年美军撤出后国际援助停止以来几乎崩溃的经济。世界新闻自由日反思新闻业的重要作用。多伦多星报：在全世界纪念世界新闻自由日之际，有报道说，专制政权正在加紧镇压新闻界。保护记者委员会警告说，去年被谋杀或入狱的记者人数有所增加，有67名记者遇害。包括中国、俄罗斯和沙乌地阿拉伯在内的国家加强了对记者的控制，并以间谍罪名将他们监禁。在庆祝活动中，新闻自由的宣导者呼吁公民支援并信任合法的新闻来源。美联社墨西哥和中美洲前负责人凯撒琳·科克兰 （Catherine Cochrane） 说：“一个没有真相的社会是一个可怕的居住地。”亿万富翁瓦伦堡家族寻求伊莱克斯中国追求者的承诺。彭博社：伊莱克斯集团的最大股东投资者 AB 要求中国家电公司美的集团提供足够的担保，以解决投资者对拟议收购的监管障碍的担忧。投资者 AB 担心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 PS 可能不会批准中国支持的收购伊莱克斯，因为美国业务规模庞大。他已经询问美的是否会承诺购买其股份，而不管任何监管障碍。到目前为止，美的拒绝了这一要求。然而 ，Investor AB 对任何交易都至关重要，因为他拥有伊莱克斯近18%的股份和超过30%的投票权。爆炸前几天在北溪管道附近发现俄罗斯军舰。金融时报：随着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俄罗斯军舰在去年俄罗斯和欧洲之间的2条北溪管道遭到破坏之前就在场。俄罗斯的德米特里佩斯科夫本周表示，俄罗斯希望西方国家公布证据。爆炸发生后，挪威和丹麦等国家以及北约军事联盟加强了对关键能源基础设施的巡逻，包括北海石油和天然气平台以及数千公里的管道和电缆。西方情报部门越来越担心俄罗斯对欧洲国家关键基础设施脆弱性的明显测试。
中国会赢得中东吗？日本时报，沙乌地阿拉伯决定与上海合作组织签署谅解备忘录，最终可能导致正式成员资格，这让美国感到震惊。虽然上海合作组织不是一个与北约相提并论的军事组织，但它在军事上运作，并分享安全重要性的概念。此外，其成员还经常举行反恐和联合军事演习。美国长期合作伙伴沙乌地阿拉伯的加入发出了一个信号，即中东和亚洲正在对美国的领导地位失去信心。前往西班牙需要什么？所有最新的入学要求。英国独立报，西班牙已经取消了所有与 COVID 相关的旅行限制，允许旅行者即使没有接种过1剂疫苗也可以进入该国。对于那些通过西班牙过境并通过陆地边界进入的人，规则是相同的。虽然最初在大流行结束时需要加强剂，但取消限制意味着游客在进入西班牙时不需要疫苗或加强剂证明。但是，与所有前往该国的旅行一样，游客必须检查护照的有效性和其他必要的档要求。在一些国家，结束同婚还有200年的时间。英国每日电讯，联合国的一份新报告发现，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将需要200年才能以目前的速度结束同婚。全球同婚率在过去5年中有所下降，全球每年仍有1200万18岁以下的女孩结婚。然而，饥荒、战争和干旱等危机正在使局势恶化，导致儿童新娘预计会增加，而世界其他地方的预期会减少。童年时期结婚的女孩不太可能留在学校，早孕的风险也更大。反黑手党突袭导致欧洲各地100多人被捕。半岛电视台，6个欧洲国家的警方逮捕了100多人，以打击位于意大利南部的 Ndrangheta 黑手党，占欧洲海洛因贩运量的80%。这些逮捕涉及洗钱、逃税和毒品走私等一系列罪行，分别在意大利、比利时、法国、德国、葡萄牙和西班牙进行。该集团投资了海外建设项目，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黑手党组织。德国警方和政界人士称赞这次突袭是对有组织犯罪的有效打击。法国抗议的愤怒会蔓延到明年的奥运会上吗？多伦多星报，法国总统伊曼纽尔·马克龙 （Emmanuel Macron） 计划将退休年龄从62岁提高到64岁的反对者以经注册为志愿者，通过冒充球迷，同时拒绝上班来破坏明年的巴黎奥运会。这些非志愿者可能会玷污巴黎奥运会，渗透到系统中，扰乱会议进程。其建议包括破坏设备、有效游说其他志愿者以及让召集人因根本不出现而手不足。抗议活动规模较小且零星，但争议正在往上兴起，并蔓延到法国街头。然而，召集人声称民意调查显示对奥运会的持久支援。联合国2022年有 2.58 亿人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多伦多星报，根据全球粮食危机报告，2020年全球因冲突、气候变化、COVID-19 和乌克兰战争而经历严重粮食不安全的人数连续第4年增加。由欧盟和联合国成立的人道主义组织联盟表示，去年58个国家的 2.58 亿人面临饥饿和死亡。索马里、阿富汗、布吉纳法索、海地、奈及利亚、南苏丹和也门被确定为人民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风险最大的7个国家。伊朗总统自内战以来首次访问叙利亚。德国之声，伊朗总统易卜拉欣·莱西将在对大马士革进行为期2天的访问期间会见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这次访问是莱西自10多年前叙利亚内战开始以来的首次国事访问。与高级官员和经济代表团一起旅行的莱西呼吁难民返回该国。伊朗领导人还将参观 Sayyidah Zainab 和 Sayyidah Ruqayya 神社，这2个神社都是什叶派伊斯兰教的圣地。在整个冲突期间，伊朗一直是阿萨德政府的强大盟友，在2011年首次爆发时捍卫他的统治。尽管公开否认伊朗战士的参与，但德黑兰在说明阿萨德及其盟友继续掌权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的 Drive GPT 就在这里。日本时报报告显示，特斯拉可能会开始在中国测试其全自动驾驶技术 FSD。然而，鉴于中国通过百度和 Pony AI 等本土公司在自动驾驶汽车领域取得的进步，这对该公司来说可能是困难的。这些公司在绕过限制性监管后，一直在北京和上海运营机器人计程车。此外，中国的汽车和相关软体型业领先于竞争对手，预计到本10年末，全国智慧汽车市场将达到近1000亿美元。相比之下，
特斯拉在美国的消防处一直受到问题的困扰，包括最近决定禁用其关键雷达，导致多起事故。北京的监管框架为该行业的创新奠定了基础，从而促进了高清地图、智慧驾驶舱和 VRX 网络等技术的发展。世界简报来自世界各大媒体的精要内容，让你享受总统简报般的特权，迅速掌握全球趋势。感谢收看。